Hello，大家好，我是嘟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法国留学一年基本上要花多少钱。这是一份18年8月20编制的关于学生生活消费水平的一个报道文件，由这个也不算是学生会吧，是一个保护学生权益的一个工会来编制的，旨在了解学生的这个教育情况。生活水平，来保证一个合理的教育环境。它这里面讲到了很多数据，这些文章呢一共23页，我们就不一一来看了，主要我们来看数据，大概知道一下钱的消费去向。这个是一个18年8月的一个报道，所以呢，现在已经19年了。现在这个数据呢，基本上是18年的一个数据情况。这里有讲说，18年大概每个学生花费了每个月837块7毛2。这个5它有标志说，这里边已经包含了所有的费用，就是已经平均好了，包括学费啊，还有生活费，吃穿住行都包括了，分摊下来每个月大概是这么多钱。我们往下看，他说呢，这个生活成本呢增加了1.31%，相比于往年。这个数字呢，已经高于了通货膨胀的增高率，相比往年。通货膨胀19年为止呢是1.2%多，这个生活成本费用比往年已经增加到了1.3%多。它这个报告呢，就是很充分的举例了很多数据来表明学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况。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呢是主要的一些城市的房租情况，这是17年的，这是18年的，这是住房，然后这边呢是交通费用的对比。我们往下看，下面有一个平均值。下面有2个分别的平均值。这个表格呢讲的是这些主要城市的，平均住房房租情况。巴黎呢，17年的学年大概每个月824欧元，18年呢大概830欧元。这个黄色部分呢，是法兰西岛。法兰西岛呢，其实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大巴黎、小巴黎，就是巴黎和巴黎周边和郊外。基本上在巴黎上学的同学们都会在伊利的弗朗斯这边住。它这个法兰西岛我有专门查，其实呢，这个巴黎附近并离海很远，为什么叫岛呢？为什么法兰西岛叫做法兰西岛？它这边呢有讲2个理论，有一个呢是说，因为在这个巴黎附近呢有4条河贯穿了整个巴黎，所以呢把它称之为法兰西岛。就第一个比较可靠一点。我们回过头继续看一些别的费用。所以呢，这个比巴黎的明显的降低了，因为巴黎市区会贵嘛，这个有包含郊外，相当于巴黎所在的整个省的一个平均价位。18年呢是662。然后呢，这个数字呢是全法国的平均房租水平是471。这里呢介绍了一下交通费用，交通费用也是每个城市它都分别列举下来了。我们看一下总额，这个平均总额在这里，平均总额呢18年呢是271每年，这个一样的一个费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巴黎在哪里呢？法兰西岛342，这个呢是没有奖学金的，这个是有奖学金的。其实我们看到这根本没有任何区别，有奖学金和没有奖学金，交通费用都是一样的。这个是342每年，小城市会便宜一点，比如这个城市就挺小的，195每年，所以平均下来的话是271每年。
这里呢是还有交一个人头税吧，算是居住税，就是你在这里居住就要交。这是学生一个人住的情况下会有一个住房税。住房税呢，波尔多呢是241。我们能看到这左右表格是17年和18年的，其实2年没有任何变化，而这一个城市有变化，变化不大。这个表格它只列举了1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这波尔多是241，巴黎呢是174，好奇怪，巴黎比小地方还要便宜。这个平均下来是大概190欧住房税。我们往下看，这里呢是吃饭。在法国学生餐厅呢，其实已经有政府补助了，所以饭是很便宜的。左边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然后下面有一个平均值，平均值呢是4.81欧每顿饭。当然，这个每年会有稍微的上涨，但是涨幅不大。下边呢就是每年上学的注册费。这里讲的是法国公立大学，法国公立大学呢是没有学费的，也没有书本，没有学杂费，还有书本费，只有每年注册的时候一个注册费用。注册费用呢，这里是指 licence 的费用，就是指在本科阶段的费用。本科阶段呢，18年呢是170块。然后18年相比17年相比，又增加了一个 CVEC 费用90块钱，这个呢是学生生活还有学校建设费用，这个是新加的，以前没有。总额呢是260下来，这个呢是只是指这个本科阶段。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最近有说，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有说要针对外国学生要增加一下这个费用。要增加到，就是说从2019年开始，往年的本科阶段170欧会变成2770欧，硕士的243欧会变成3770欧，对于外国学生。但是呢，从这个18年的这个学生游行示威之后呢，很多学校都表明他们不会增加这个费用的。所以说，按说现在已经19年了，没有任何新的消息，那正常来说，公立大学应该和往年一样，只有一些轻微的注册费用。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里有讲这个学生的业外工作情况，就是挣一些零花钱来扶持这个生活需要。17.7%的人表示，因为工作耽误了学业，对学业有了一些很消极的影响。33.5%的学生表明，课外的工作让他们神经变大条，更加有压力。上面呢就是基本的这个学校食堂的费用呀、学费费用呀，还有交通费用。这边呢，这是一个详细的所有的费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它刚刚那个800多的平均数值是怎么得出来的。它这里左边呢是所有的这个支出项目，然后这里我们看，这是17年的，这边是18年的，我们就按17年的来看吧，这样离得比较近，可以再放大一点。这边是指20岁以上没有奖学金的，在大城市生活的学生，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就按这里面的来讲吧。首先呢，这个是学校注册费184，它这个算的是平均值。这个呢就是学校生活建设，因为这个当时17年还没有，18年加了90块钱在这边。然后社保217，这个呢公共视听费用138，这个费用呢就是因为平常我们看电视，我们会接收到一些免费的电台，这个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费用，18年之后已经取消了。
这个 MPU 到底我也没有查出来是什么，没有任何记载，后边也取消了，18年之后也取消了。他这个大概就是算了一下，一学年在学校吃的120顿饭，费用大概是446欧，电费252欧。他这个现在是按年算的。这个是住房保险，就是你对你住的房子要交一个保险，防止楼上漏水呀或者火灾呀之类的。电话费用一年大概要239。银行费用75，这个不像国内，国内你每年还可以产利息，没有任何管理费用。在法国呢，你要开户，你要交给他管理费，因为他帮你管钱，所以是75块欧元。网费239，医疗服务51欧，医疗补充保险275，这个其实不是必须要交的，这个看个人。比如说你需要配眼镜啊、看牙医呀，不在医疗保险之内的，你可以买这个额外的补充险。这个呢就是营养费，就比如你去超市买水果呀、菜呀，就是吃的方面的一些额外的费用。这个呢相当于日化280，穿衣服一年544，书283，个人爱好消费648，公共交通消费280，住房消费，这个就是住房税，就是人头税190。所以呢，他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全年的总消费是13488欧元，然后换成月就是每个月有1124。这里有一个社会补助2274。在是学生身份的时候，因为没有收入，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平均下来，每年个人大概2274。这个补助平均到每个月大概就是189。这是一个全法的平均值。比如在波尔多应该拿不到这么高，应该就是170、180左右。巴黎可能200左右，200多一点。这个取了一个平均值大概。所以剩下来他是想说全年大概还有11214，每个月呢大概有934。其实和前面的那个他前面刚刚有说，其实他和这个837有点稍微的出入。因为我觉得他是加了那个医疗补充险。他刚刚举例是830多，这边是900多，其实我们就按一个900的平均值来算吧。900乘以12，所以一年的消费就是18000欧元。汇率现在应该是7.6吧，相当于要花82080人民币，这就是大概一年的基本支出。但是我们刚刚前面指的都是一些公立学校，公立费用是很低的，就是200左右的一个注册费。有的学生可能会想要上私立，私立的话成本会更高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私立的学费，这是19年在法国私立的学费，这里有排名，排名越高呢越贵。我们就看最后这一个吧，最后这一个数值代表的是每年的大概学费。比如这个排名，其实我觉得 HEC 应该是在第一名，它这个每年的都有变动了，而且有的根据不同的网站，它这有稍微的有点出入。我们就看这个平均值吧。这些好的学校，我们能够看到每年大概要消费16000多欧元，然后最便宜的话也要7000欧元。那么我们就按10000欧元来算的话，如果您是来读本科阶段的话，法国本科阶段3年，那么就要3万欧元。如果是硕士阶段的话，那么每2年就要2万欧元。而且这个数字呢，每年是有涨动的，每年私立它的排名上升之后，它都会涨价。这个就算排名不上升，因为每年的这个通货膨胀，它也会，或者它的知名度又扩大了，它也会加一些钱。比如我当时上的私立，我上的是 Cage，我当时上的时候，最后一年是
1000多，现在已经14000多了大概。这一个呢是平均值，它每年都会上涨1000欧左右。这个8万块呢是指每年的上公立的学费，如果我们上私立的话，那么每年就要再多交1万欧元的学费，平均下来，那么1万欧元我们这里就加上76000吧。所以如果上私立的话，一年就是要15万，学费包括生活支出，一共下来就要15万左右。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相差1倍，上公立和私立的话。好了，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关于法国生活的一个生活消费分享，希望都能够帮助大家。